1862年的一个寒冬，美国总统亚伯拉罕·林肯在白宫书房里，手捧妻子玛丽·托德的来信，眉头紧锁。这位带领美国度过内战的伟人，在公共场合总是坚定不移，但在亲密关系中却饱受煎熬。玛丽性格多变，情绪起伏剧烈，常常因为林肯的政治决策而与他争吵不休。然而，在那封信的末尾，玛丽写道：无论世事如何变迁，我始终相信你的内心与我同频，我们对自由与平等的追求从未改变。林肯放下信纸，望向窗外的雪景，嘴角微微上扬。是的，尽管他们的性格南辕北辙，生活习惯截然不同，但在最核心的价值观上，这对夫妻始终保持着惊人的一致。正是这种内核的契合，让他们的婚姻在风雨飘摇的时代中屹立不倒，共同为美国的未来奋斗。这个历史片段揭示了一个深刻的人生真理：真正的强者对伴侣的要求只有一个，那就是内核一致，价值观同频。在这个充斥着快餐爱情和表面匹配的时代，我们常常被外在的光鲜所迷惑，忽略了灵魂深处的共振。有人迷恋颜值，有人追逐财富，有人沉迷于对方的殷勤体贴，这些都无可厚非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择偶标准，但能让一段感情历久弥新，让两个人在漫长的岁月中相互扶持，共同成长的，永远是那看不见的精神纽带。正如哲学家阿兰·德波顿所言，我们不是在寻找完美的伴侣，而是在寻找一个缺陷与我们兼容的人。这句金句道出了亲密关系的本质，不是外在的完美契合，而是内在的和谐共生。让我们把时间拨回到19世纪的英国，著名作家查尔斯·狄更斯与他的妻子凯瑟琳的故事同样发人深省。狄更斯性格外向，热爱社交，笔下充满了对社会现实的犀利批判，而凯瑟琳则安静内敛，喜欢在家中阅读和刺绣。表面上看，这对夫妻似乎毫无共同语言，但他们对于家庭责任的重视，对文学的热爱以及对社会公正的追求却出奇的一致。正如狄更斯在《双城记》中写道：这是最好的时代，也是最坏的时代。这句名言不仅描述了那个时代的社会状况，也隐喻了亲密关系的双面性。表面的差异与内核的统一并存，造就了关系的丰富性与稳定性。在现代社会，我们同样能看到这种现象。孙俪和邓超这对演艺圈的模范夫妻，就是最好的例证。孙俪原本是不婚主义者，安静喜欢读书，作息规律，饮食清淡，而邓超性格逗逼，无辣不欢，是个不折不扣的夜猫子。从生活习惯上看，他们简直是两个平行世界的人。然而，正是因为他们在人生目标、家庭价值观和事业追求上的高度一致，才能携手走过10几年的婚姻长路，共同成长，互相扶持。差异从来不是问题。真正健康的亲密关系，并不是指两人毫无冲突，而是彼此在关键问题上永远站在同一战线。这句话道出了亲密关系的核心智慧。你可以在性格上互补，在爱好上各有所长，但在待人处事原则、价值观、人生追求上，必须是互相共鸣的。想象一下，如果一个人向往平静的田园生活，
而另一个人渴望在商业战场上驰骋。一个人认为金钱只是生活的工具，另一个人视财富为人生的终极目标。一个人崇尚自由开放的教育理念，另一个人坚持严格管教的传统方式。这样的两个人，即使外表在般配，性格在互补，也难以在漫长的人生旅途中真正理解对方的选择和追求。正如心理学家卡尔·荣格所说，遇见自己的影子是一段痛苦的旅程，遇见自己的灵魂是一段危险的旅程，但不遇见任何一个，才是生命中最危险的事。在亲密关系中，我们需要的不是自己的复制品，而是能够映照出我们灵魂深处的那面镜子。1930年代的巴黎，作家海明威和他的第二任妻子宝琳·普菲福之间的故事，为我们提供了另一个思考角度。海明威曾在《流动的盛宴》中写道：宝琳不仅是我的爱人，更是我最好的朋友。我们可以谈论任何事情，从文学创作到钓鱼技巧，从政治局势到市场上的新鲜蔬果。正是这种深厚的友谊基础，让他们的婚姻在那个动荡的年代显得格外稳固。好的感情，首先是深刻的友谊。这句金句道出了亲密关系的另一个重要维度。你有没有发现，现实中那些感情很好的伴侣，往往都是彼此最好的朋友。他们可以一起天南海北的聊，对很多事情的兴趣都一致，甚至能无厘头地玩到一块，彼此懂得对方的奇奇怪怪。法国作家蒙田曾说，在真正的友谊中，我做的事情是为了自己，也是为了朋友，因为他就是另一个我。这种将伴侣视为自己延伸的心态，正是亲密关系中最珍贵的情感连接。有一句话说得好，很多婚姻不是死于无性，而是死于无话。当感情中的两个人不再愿意和对方分享生活中的点滴，看到好吃好玩的也不再第一时间想到对方，彼此相处成了室友关系，那么这段感情基本上已经走到了尽头。作家大兵曾在直播中分享了他朋友老陆的故事。老陆和妻子小南京结婚10多年，孩子都上高中了，但他们每天最大的乐趣依然是琢磨晚饭吃什么，如何养花，周末去哪里玩。自从结婚后，老陆就很少与其他朋友联系，这让大兵一度困惑，老陆，你怎么现在都不需要我们这帮朋友了？你的生活该多无聊啊！后来大兵才慢慢明白，原来老陆最好的朋友就是他的爱人，两人永远有话聊，说的也几乎都是生活中的琐事。大兵有次去老陆家做客，看到老陆夫妻俩在厨房做对虾，仅仅是讨论如何煮对虾这个话题，两人就能聊上半天，而且交流得非常和气，充满了尊重和理解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看一段感情是否是正缘，就看你和对方待在一起是否有表达欲。人其实大部分时间都是通过语言去传递自己，表达自己，所以语言的密度其实约等于感情的浓度。正如诗人里尔克所言，爱情不是两个人互相凝视，而是两个人一起朝着同一个方向看。让我们将目光转向20世纪的瑞士，著名心理学家卡尔·荣格和他的妻子艾玛·荣格的故事同样值得我们深思。荣格在年轻时曾经历过一段心理危机，正是在艾玛的支持下，他才能够深入探索自己的内心世界，最终建立起分析心理学的理论体系。艾玛不仅是荣格的妻子，
更是他的同行和思想伙伴。他的人格成熟和心理洞察力为荣格提供了宝贵的支持和启发。荣格曾说，遇见另一个灵魂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因为大多数人都没有完全遇见自己。这句话道出了一个深刻的真理：优质的亲密关系需要一个前提，那就是双方都人格成熟。人格成熟意味着什么？它意味着自我认知清晰，情绪管理能力强，有独立思考的能力，能够为自己的选择负责，不会将自己的幸福完全寄托在他人身上。只有这样的人，才能在亲密关系中保持健康的界限，既能给予爱，也能接受爱，既能坚守原则，也能做出妥协。我们有一期节目，题目是你有没有想过，晚婚其实是在保护你。收到了很多用户的留言，表达自己对晚婚和被催婚的焦虑。在我看来，一个人最终和谁在一起，首先取决于你自己是谁。当你自身尚未成熟，对世界的认知都尚且不清晰的情况下，就很容易带着冲动、不成熟、荷尔蒙走入婚姻。这种情况下往往是有风险的，因为你不确定自己到底需不需要这段婚姻，还是说自己是被现实的压力和外界的催促，莫名其妙被推进了婚姻当中。正如哲学家叔本华所言，孤独不是因为没有朋友，而是因为无法与人交流你内心的想法。当你连自己都不了解时，又如何能找到真正理解你的人呢？每个人在婚姻里流的泪，多半都是婚前脑子里进的水。婚姻不是目的，也不是人生的必需品，而是你到了人生的某一阶段自然而然选择的一段关系。所以多筛选，保持谨慎，保持自己的成长，确保对方是对的人，再做决定也不迟。作家村上春树在《挪威的森林》中写道，我们都是孤独的，但我们可以一起孤独。这句话道出了成熟关系的本质，不是依赖对方来填补自己的空虚，而是两个完整的个体选择并肩前行。我很喜欢大张伟说过的一句话，一朵花是不需要花店的，是花店需要花。这就像人和婚姻的关系，你需要想清楚，是你需要婚姻，还是婚姻需要你。很多时候，当你觉得时机未成熟的时候，不需要带着焦虑、迷茫和父母的期待去拥抱亲密关系，或者草率进入婚姻。相比起个人单身与否的状态，你更需要在意的是你自己的人生课题是否完成。你是不是在好好照顾身体？是不是赚到了足够的钱？是不是对这个世界有清醒的认知？不必去羡慕别人有人陪，下班有人接送，在年轻的时候就完成了结婚生子。这是别人的人生，背后也许同样不轻松，有疲劳的壁面。正如哲学家萨特所说，地狱是他人。当你带着不完整的自我进入一段关系，对方不仅无法填补你的空缺，反而可能成为你痛苦的来源。让我们回到20世纪中叶的美国，物理学家理查德·费曼和他的第二任妻子格温妮斯的故事同样令人动容。费曼是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，思维跳跃，充满好奇心，而格温妮斯则是一位安静的艺术家，喜欢绘画和阅读。表面上看，他们的兴趣和性格截然不同，但在对真理的追求、对生活的热爱以及对世界的好奇心方面，两人却有着惊人的相似。费曼在自传中写道，格温妮斯理解我对物理学的热情，
就像我理解他对艺术的热爱一样，我们不需要从事相同的工作，但我们需要理解彼此工作背后的那份热情和执着。这句话道出了内核契合的精髓，不是表面的相似，而是对彼此价值观和热情的理解与尊重。在现代社会，我们常常被门当户对、兴趣相投这样的表面标准所束缚，却忽略了更深层次的精神契合。有些人看起来是天作之合，郎才女貌，兴趣爱好都一致，但实际上却是貌合神离，早就没有了情感支撑。而有些看似毫不相干的两个人，却能在漫长的岁月中相互扶持，共同成长。这背后的奥秘，正是内核的契合与否。正如心理学家马斯洛所言，如果你只有一把锤子，那么所有东西看起来都像钉子。当两个人的价值观和人生目标一致时，即使面对再大的外部差异，也能找到共同的解决方案。电视剧《凡人歌》中的李小月和那娟的故事，正是内核不一致导致关系破裂的典型案例。李小月高中时父母双亡，因此她觉得人生短暂，只想享受当下，为人热情善良，忠于自己，对未来没什么规划，但一直都享受生活中的小确幸。而那娟则是另一个极端，她目标明确，努力读书，努力工作，是互联网大厂的高薪程序员。33岁就在北京买下了2000万的大平层。幼年时期家庭遭遇的变故，让那娟清醒地意识到，只有钱才可以给她安全感。所以即使两人在一起4年，最终也难逃分开的命运，只因两人其实一开始就对人生的追求完全不同，价值观也天差地别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感情和婚姻其实说白了就是选择大于努力。两人是不是要去往同一个方向，比如何到达更为重要。正如哲学家尼采所言，没有了目的地的航行是没有顺风的。当两个人的人生目标不一致时，再多的爱也难以弥合这道鸿沟。回到文章开头提到的林肯夫妇，他们的故事告诉我们，即使是历史上最伟大的人物，也需要在亲密关系中找到灵魂的共振。林肯在公共场合是坚定不移的领导者，但在私人生活中，他同样需要一个能够理解他内心世界的伴侣。正如林肯自己所说，我的成就中有一半应归功于我的妻子，她或许不是最温柔的伴侣，但她是我思想的最佳聆听者和批评者。这句话道出了亲密关系中最珍贵的质量，相互理解和支持。在当今这个快节奏的社会中，我们似乎越来越难以找到真正的灵魂伴侣。社交媒体的盛行让我们的注意力更多地放在了外表和物质上，而忽略了内在的精神契合。相亲软件上的刷脸文化，让我们习惯于用几秒钟的时间来判断一个人是否值得进一步了解。这种浅层次的筛选机制很难让我们找到真正的灵魂伴侣。但是，无论时代如何变迁，亲密关系的本质始终没有改变，它是两个灵魂的相遇和共振。正如诗人纪伯伦在《先知》中所言，你们一起出生，永远在一起。当死亡的白翼降临，你们也将永远在一起。是的，即使在上帝无声的记忆中，你们也将永远在一起。那么，我们应该如何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中，找到那个与自己内核一致的人呢？首先，了解自己。正如苏格拉底所言，
认识你自己。只有当你真正了解自己的价值观、人生目标和内心需求时，才能识别出那个与你灵魂共振的人。花时间独处，思考自己真正在乎的是什么，人生中最重要的追求是什么，这些都是找到合适伴侣的前提。其次，保持开放的心态。有时候，那个与你内核最契合的人，可能在表面上与你截然不同。不要被外表、职业或兴趣爱好等表面因素所迷惑，而是要通过深入的交流和相处，去发现对方的内心世界。第三，给予关系足够的时间和空间。真正的内核契合需要时间来显现，不要急于下结论。正如葡萄酒需要时间来酿造，好的关系也需要时间来发展和成熟。最后，保持自我成长。即使找到了那个与你内核一致的人，也不意味着关系就会一帆风顺。两个人需要不断学习、成长和调整，才能在变化的生活中保持内核的契合。正如心理学家荣格所言，婚姻是一面心灵的镜子，照出我们最需要面对的课题。在这个充斥着快餐爱情和表面匹配的时代，我们需要回归亲密关系的本质，内核的契合与灵魂的共振。真正的强者对伴侣的要求只有一个，那就是内核一致，价值观同频。你只需要关注自己，一旦自身完整了，有很强的主体性，选择任何关系都只是锦上添花，是外来的一切去赋能你，而不是你费尽心力去供养全世界。正如诗人泰戈尔所言，我们相爱，因为我们都是不完美的人，但我们愿意一起完善自己。亲密关系不是人生的必需品，而是生命旅程中的美丽风景。当你足够强大，足够完整，那个与你内核一致的人自然会出现在你的生命中。正如大张伟所说，一朵花是不需要花店的，是花店需要花。做自己的花，绽放自己的美丽，然后等待那个欣赏你、理解你、与你灵魂共振的花店。在这个过程中，不要着急，不要将就，因为真正的强者知道，等待是值得的，内核一致的伴侣是值得等待的。让我们记住这个简单而深刻的真理：真正的强者对伴侣的要求只有一个，那就是内核一致，价值观同频。真正的灵魂伴侣一定不是酒肉恋人，而是漫长人生的坚定盟友。